大家好，今天来测试最新的 iPhone 17 Pro Max 跟去年的16 Pro Max。对，先前开箱的时候已经有简单测一下裸机的重量，但是我再测一次好了。这个是已经上 AMR 模的重量，两只都有上 0.16 的 AR 模。对，那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先测16的16238.9。对，昨天有测了嘛？是，对，这是上 0.16 AR 模的。对，来测17，所以重了一点，241.6。但是很奇怪的是，这个我其实拿起来的手感，17真的比较好。对，因为我在思考这个问题，一般可能是配重的关系。其实我觉得最大一点是它昨天讲到这个侧边，它平均重量，我觉得真的握持比16轻，有那个差异感。对，主要还是这个边的设计，这设计让我想到之前的那个 iPhone 3。其实 iPhone 3如果是老果迷就知道了，它这个设计真的很舒服。这个边角、圆角的设计，对，说握持起来，在贾博士还在的时候，他设计的这一代是握持感非常舒服的。这是古董级的手机 ，iPhone 3、16就像 iPhone 4，贾博士那时候也是设计这个，就变得比较精致的切边，但是其实握起来的手感不是很好。对，可以看到。差蛮多的，3跟4其实整个换代手感握持量，但4是质感比较好啦，就跟之前的16跟17是一样的。对，你看16真的是质感最好的一代，我觉得15我也有买嘛，15的质感都16真的质感做得非常棒。对，它是切边，但是实际上握持起来的手感没有那么好。对，它虽然是有磨角，但是真的没有那么好。17真的握持起来比较舒服，对，握起来感觉比较轻，虽然它们差距不多，241跟239，对，但是真的握起来这个比较舒服，就单纯以握感而言，但质感的确没有像17没有像16这么好，因为毕竟钛合金跟铝合金，但是这个铝合金大家都知道嘛，反正散热多 BC 散热板架，这个铝合金直接导热出来。目前整个散热真的是17比较好，17真的摸起来是冰的。对，16还是有时候会热，充电的时候或者是上网快速下载档案的时候，对，所以还是差。他们可能他考量。对，我今天还会做一个简单的测试，会做 CPU 的测试，我们做 Geekbench 6的测试，一个简单测试。我其实已经先测了，因为真的要很久。Geekbench 6，对，这边是17，这边是16。大家也可以看一下结果，今天测的，对，单核17是3768，多核9744分，16 Pro Max 是3512，单核，多核是8748，对，又在提升这样子。我自己使用上，我觉得也差蛮多的。有人说没感觉，但是实际上我待会再讲我感觉。我先给大家看分数，对，然后看 GPU 的差超多的。对 ，GPU 17是45886，然后16 Pro Max 是32512，对，两个其实 GPU 差距很大。这个45886、45866，其实已经接近5700 AMD 的5700 XT， 对，16GB， 对，因为我之前有买 iMac Win 版的，分数大概5万多分，这个已经接近5700 XT 了，对，还不到3050吧？3050 4MB 笔电版，我记得是5万多分，对，但是这个这么小的体积，已经跟桌面级的 GPU 效能是差不多，是蛮厉害的，对，这真的是蛮厉害的。对，我们再来看AnTuTu，在测AnTuTu的成绩跟AnTuTu的 SSD 读取分数给大家看。因为这要跑很久都先测了。AnTuTu 17 Pro Max 是2422707 24万，然后16 Pro Max 是20060359 2060359，差蛮多的。对 ，SSD 的分数大家可以看一下，
差更多。我再测一次，因为这个比较快，我就测给大家看。SSD 读跟写差很多，几乎是2倍的。17 Pro Max 153,451，153,451，然后16 Pro Max 是82057，看那个读取速度差很多。17是3000多 NBS，3596 NBS， 写也是3596，读跟写都非常快。对，这边写是1653，然后读是1607，所以这边差很多。我刚才说错了，这边读是3296 NBS， 这边是写是3596，几乎差2倍 SSD 游戏速度，所以他们分数也差很多。因为安兔兔的测验是包含读取速度的，对，不像 Geekbench 就是只有分别测 GPU 跟 CPU 的速度，所以整体效能你说有差吗？我觉得其实差蛮多的。整个17的反应程度、触控的敏捷度，我觉得提升蛮有感的。对，光整个执行速度其实就有差。17因为又不会热，所以可以更长效的做一些多功能的东西。如果你要剪影片，我觉得17应该是非常好的选择。它输出的时候或单核的读取写入的时候，应该都速度都蛮好的。对，因为16其实已经不热，但是还是会热一点。那17目前用起来几乎真的是完全不热。对，所以真的是蛮神奇的。这个17这一次，因为有台积电的功力还是很强。对，啊，我是看大家啦，有预算还可以升级，因为真的我觉得还是差蛮多的。虽然外观可能有人不喜欢，但是我觉得还是 OK 的，白色还是 OK 的，橘色跟蓝色看人每个人喜好不同，对，白色还是非常顺眼。对，我们去看一下评比排行，安兔兔的排行。其实我昨天看了一下，它目前最强是 N4 嘛，对 ，iPad Pro N4， 再来就是 iPad Air N3。其实它分数已经跟 N3 差不多 ，N3 是23,239,513嘛，对 ，S9 Pro 24其实已经比24万多，已经比 N3 强了，这么小的体积，所以我真的觉得蛮压抑的。对，这个效能真的是夸张的效能。不过高通要出更新的，听说分数又打赢 S9 Pro 了，那对啊，就会反正只要每年新出，几乎都会一直创纪录。这真是蛮好玩的，对啊，一个简单对比给大家，对啊，一个简单的我再测一个好了，我觉得这蛮有趣的，我来测2个连 WiFi 的速度，看哪个资源强有没有多。对，这边是17，这边16，现在是连同一个 WiFi。我先前测了一下，17的 WiFi 晶片比较强。先跟大家预告，它抢同样 WiFi 的资源，17真的也比较强，抢赢16 Pro Max， 对，大家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差别。所以去外面要跟人家连 WiFi， 17也比较强。对，再测一次，通常都是这样。如果新的晶片制程都会比较好，所以功率、收讯也都会比较好。这一次它特别好像手机的天线是有多包在镜头外面，所以应该也都会比较好。对，17、37，几乎2倍了。再测最后一次，对啊，所以真的很妙。一方面可能也是17 Pro Max 的 GPU、CPU 功效比较好，所以它去咨询这个多序列序去抓无线的时候会好一点。对，16抓不赢17，对，差好多，资源都被17抓走了，有了停下来就会降下来。对，所以16 WiFi 的收讯也比较好。那通话收讯因为这样没有办法测，所以先就这样简单测给大家看。对，好，谢谢大家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我在测试一个喇叭外放，这一次因为16跟17喇叭的位置不一样，17的喇叭位置改到这边了。这2个地方，16是这2边。我自己听声音音质有些许差异，没有差太多啦，你要非常仔细才会听得出来。
我觉得17也大一点点，声音大1-2分贝。对，所以我现在用机器测。那音质因为每个人耳朵不太一样，见仁见智。那我是觉得有稍微提升一些，但没有太多。所以16跟17跟16的 speaker 喇叭外放效果，你不仔细听是听不出来分别。对，但唯一17，因为它做到喇叭坐在这边，所以你手这样拿的时候可能会挡到喇叭。但就最好这样拿，对，因为之前是坐在上面是还好，对，所以给大家测一下声音的大小，它音质我觉得是有好一点啦，对，但是因为这每个人的耳朵不太一样，所以不一定大家听得出来，对，好，我因为现在 YouTube 的版权音乐很严重，所以先放一个免费音乐给大家测试一下音量，放最近给大家看。我现在音量都调到最大，我放到最近点，大家看一下好了。看大概都是99、100分贝以上，对，然后我们再看16 Pro Max 的音量大小。其实两个音量差不多啦，对，也是97、98、99、100、102。对，但是我觉得17其实有稍微好一点点。对，用肉耳朵听，其实我觉得有一点点差别，没有差异太多了，都是蛮好的水准。对，在一个音量的测试给大家，谢谢。给大家再测试一个萤幕，这一次因为 iPhone 17有看反换图层，我觉得它的黑位也非常棒。对，然后我都调到亮度最亮，大家看。因为这两个支萤幕测应该都是三星 G9N 最好的萤幕，对，所以其实两个黑位对比，其实我看是差不多，但是那个抗反光真的有差。我这两个贴 AR 膜之后，17的黑位又更深，所以真的有差。可能镜头看不太出来，但是肉眼看是蛮大的对比的。对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对，我是觉得有差，而且差异的还蛮明显的。对，好，今天就简单测试一下17跟16 Pro Max 大致的版本。那相机部分，我觉得网络上已经有很多人在测了，所以我就不测了。但是我总结一句是，17的4倍跟8倍，我觉得比16的5倍好。对，有差，对，真的还是有差。那看大家取舍啦。其实16也是一支很好的手机，但8倍整体的效能、散热，还有萤幕的触控灵敏度，我觉得都比16的好。可以如果你有在用，大概有一个明显的感知。对。那其实17我买主要还是用 Brake Camera 里面有一个设定，因为它支援 Apple Lock、Progress RAW、HQ 了。对，这个真的是很扯。对，因为我有很多外接硬碟，那对我外接，因为这两个格式只能外接硬碟。对，那对我而言是还可以，因为我本来就有那些硬碟。对，这一次升级 Apple Lock 2。对。如果你不想那么大，可以用 H264， 但是它码率只到54 Mbps 而已，没有很大啦。那就画质跟 Apple Progress RAW 我觉得会有差蛮多。如果你会调色，对这个其实很多人，台湾很多 YouTube 都没有提到这一点。那影视飓风其实他有提到一点，其实这一次最强就是这个 Apple Progress RAW 的规格，可以直接送达文西解码，看还有 Final Cut。对，这个如果有在玩调色人的，就会觉得非常的惊艳，因为可以直接制定颜色 ，ISO 也可以制定。
对，所以实际上真的是，对，如果你有需要比较高影像功能，17 Pro Max 是真的可以考虑。相机部分当然可能 iPhone 对比目前就是最强了，这个毋庸置疑。但是如果你要跟 vivo 或 OPPO 那个长焦对比，可能当然还是没有那么强。对，但是 iPhone 整个系统的使用方式，我觉得还是比 vivo 跟 OPPO 会好很多。但是就差在相机拍照部分，录影其实 vivo 跟 OPPO 没有那么强。对，有在玩录影的人大概就知道。那照相当然就没有。但是照相如果会玩像素蛋糕或者是 Photo Gear 的话，其实可以打赢 vivo 跟 OPPO 的，如果会玩的人。对，但是通常台湾的使用者不太会玩这种东西，大家都喜欢直出，不喜欢调色改色拍RAW，大家也不会去拍这个RAW的，因为大般大家还是选 HEIC 的，不会选RAW去改色。对，就是大家使用状况不同，看每个人需求。但是如果录影来讲，还是真的目前 iPhone 最强。对，手感也17真的蛮不错的，我真的觉得比16好。对，一个简单分享给大家，谢谢。